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我今年第一批在室外育的四季豆苗呢，今天可以移栽了。不过现在的气温还是不够稳定，忽冷忽热的，我们在移苗的时候还是要给那些比较怕冷的品种进行一些保护。为了省地方，我在一个小育苗格里呢放了2粒种子。其实对于四季豆来说，2粒种子挤在这么小的育苗格里呢，空间是有点不够的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移栽。这几颗发芽之后长得不是特别好的呢是皇帝豆。皇帝豆适合发芽的温度是18到25度，现在的气温对它来讲还是有点低。我种了4颗种子，出了3颗，1颗烂在了土里。我要特别给这3颗皇帝豆进行一下保护。我呢育了4个四季豆的品种，准备把它们种在小菜筐的边缘有架子的地方，让它们攀爬。还准备了一些鸡蛋壳和几个剪掉平底的牛奶罐，这是专门为皇帝豆准备的。像这种塑料的牛奶罐或者水瓶在我们的菜园和花园里用途是很多的。剪下来的平底呢我也没扔，可以给我的这些小一点的花盆呢接水。而且呢它是透明的，尺寸又统一，离远处看呢也不会很乱，非常好用。移苗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把土翻一下。这些土从上次种过菜之后呢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处理，也就是没有养过地。虽然还挖到了一条蚯蚓，但是肥力还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决定呢，先在下面加一些草肥。草肥制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把我们割下来的草呢用水泡上，等到表面上呢没有大泡泡就可以使用了。如果大家的地呢控制的时间比较长，也可以把割的草呢直接埋在土里，这样更方便。我的小菜地的面积不大，所以菜地的利用率非常高，很少有长时间闲置的空地呢让我来堆肥，所以我会先把肥料做好，哪里需要种菜了呢就在哪里加肥，这样比较有针对性，而且呢还能节省肥料。草肥非常有营养，蚯蚓也很喜欢，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有味道，有点臭。解决的办法也非常简单，一个是可以把草直接埋在土里，如果你想加水来做草肥呢，我们可以把桶的盖子盖得紧一些，而且呢尽量避免在夏天制作液体的草肥。加完草肥还不够，我又加了一把牛羊粪作为底肥，基本上1颗1小把就够了，然后呢再和土壤混合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移苗了。有人问，直接把菜苗种在肥料上会不会烧根？首先我们用的肥料呢一定要是腐熟的肥料，再一个呢，不管是什么肥料，我们在种之前一定要和土壤混合，不可能把菜苗直接种在肥料上。只要这2点注意到了，一般我们移的菜苗是不会烧根的。接下来我们先来种这几颗皇帝豆。皇帝豆呢非常能长，这3颗最后能有2颗长大我就满意了。我们轻轻的这样把根给捏出来。皇帝豆的豆子大，它的根呢也比较发达，这么小的育苗格呢对它来说还是小了点。大家如果想育皇帝豆呢，可以用稍微大一点的育苗盒，这样呢就可以等苗长得再大一点再移栽。我的这几颗就不等了，根已经在小育苗格里挤不下了，希望把它们移到地里之后呢能够长得更好。根据小菜筐的尺寸呢，2棵苗之间我间距了有40公分。中间的这40公分呢，以后可能根据情况我还会种一些浅根蔬菜。个人觉得皇帝豆和四季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一个呢是它很会爬，不像四季豆我们拉一根绳子就可以了，那么皇帝豆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攀爬的空间。再一个呢，皇帝豆的根比四季豆要发达许多，所以它们不适合挤在一起种。我们可以分散开，把它种在菜地的不同的角落，种上2-3颗就够了。我的这几棵苗呢实在是太小了，现在不但是气温不够，而且蜗牛和鼻涕虫呢也很多，所以我在每棵苗的周围厚厚的撒上了一层蛋壳。蛋壳呢虽然可以防治蜗牛和鼻涕虫，但是呢一定要多撒，撒少了没用哦。这么小的苗移栽到地里，如果不做任何防护的话，可能第2天早上这2片叶子就不见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给它罩一个牛奶瓶，这样晚上降温也不怕了。我们还可以把上面的盖子拧掉，这样还可以透气。白天天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瓶子拿掉，傍晚的时候呢再给它罩上。
过一段时间再长出1-2片叶子，我们就不用再照瓶子了。其他四季豆的苗呢，我也用同样的方法种好了。第一批的四季豆呢，我会选择用育苗盒来育苗，因为现在土里的虫子还很多，不太适合直接把种子呢种到地里。等天气再热一点，地里的鼻涕虫和蜗牛就会少很多。第二批的四季豆呢，我们就可以用种子直接来种了。这是我第4批直接用种子种在地里的荷兰豆，刚长出来的嫩苗呢，就被鼻涕虫啃掉了许多嫩尖。而且呢，这些都还不是大虫子，如果是大虫子的话，这些苗一颗都不会剩。如果您种在地里的种子呢不见了，一颗苗也没发，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被虫子吃掉了。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给您一点启发，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一起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分享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